Hello，大家，今天要来看的是《失焦的深度》第4集。在上一集，干爷从小信的口中得知了早川过去的故事，知道他跟朋友之间的那些纠葛，以及他为什么放弃他的音乐梦想。于是就在他擅长的那种很直接的逼问攻势之下，早川就破功了。早川平时的那些假笑防御，也就在干爷面前无所遁形。干爷也趁此机会替早川解除了这一桩心结。接下来，两个人的关系似乎要开始发生变化了，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从朋友到愛情的過程。早川の音楽好きだって言ってくれるやつがいる。何よりお前自身が好きなんだろ。解开心结之后，风平浪静。もしかして好きな人できたとか？好きな人？マジで？怎么样？要不要为干爷写一首甜甜的歌呀？もう一回。无法专心。他还是很怕自己哼歌的时候被发现哦，所以他哼歌哼到一半，听到后面有动静，他突然警觉。哦，他来找小信。俺ね、もう一回音楽やってみようと思ってんだ。好。あんちゃんが声かけてくれたからでもある。本当にありがとう。哎呦。学妹要哭先了。輩の音楽また聴けますか？約束する。哦。よかった。今野先輩のおかげですね。素敵な友達ができて。话说这个小信他怎么会这么关注早川啊？他跟早川以前是什么关系？居然听到他要重新开始玩音乐，还激动到哭。终于开始思考你们两个的关系了呀！腹減ったもうな。はい、着替えようぜ。走到哪里都能巧遇。友達なのにこれまで直視してこなかった感情が一気に膨らんできていた。原来你早就知道自己心里面有这个感情了，只是不敢正视啊。想念那个曾经的自己哈。哦，所以你有这么多把吉他啦，还有木吉他跟电吉他。你爸妈真的很支持你玩音乐，你知不知道？哇，设备还很齐全嘞。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早川，眼神都是亮晶晶的。早川の音楽好きだって言ってくれるやつがいる。现在这录音笔不能再随便丢出去了，因为它身上承载着与干野的回忆了。そうだ。やるよこれ。哎呦，又在业配哪一款饮料？間違えていつものじゃねえけど。ありがとう。おう。前作ってたやつにアレンジ加えてみようと思って。哟，坐这么近，早川要 doki doki 了。よくわかんねだからしたらこんちゃんのカメラの方がよくわかんない。え。そうか。干嘛这样？偷偷的享受这个肢体接触的温度。他写什么？早川お前も一緒に行く？ちょっとやるとこあってごめん。ごめん。偶尔脱离了这群朋友群吼。早川最近ノリ悪くね？如果是因为这样子偶尔脱离朋友群就渐行渐远的朋友，那脱离了也罢。
哎，看到了什么？早川，你不要因此又反应很大，情绪很大哦。不过我明白这种少年人的心思啦，总是会觉得那个人应该是属于我的，心里会有一种吃醋的感觉。なんかさっきこの前の女の子となんか很好，这次直接讲出来。なんか写真の感想だけじゃなくて撮り方も相談乗ってほしい。干野就是一如既往的直率。なんでもないけどさ、そういうの絶対裏抜いてあるし、そういうのこんちゃん気づかなそうだ。话说他们都不觉得他们的对话有点奇怪吗？这种早川在吃醋，然后干野还要跟他交代跟另外一个女生的关系，这种对话是朋友的对话吗？つうかお前テスト近いのにこんなとこ行っていいのかよ。じゃあこんちゃんもでしょ。じゃあやるか。要干嘛？去他家读书啊？なんでよりによってここ。对啊，跑到干野房间，两个人共处一室。干野也不怕上次的事情再发生了哦，他真的很坦率。真的喜欢的人真的是连脱衣服这种动作都会忍不住注意。哎、你警戒心ゼロ。真的我在想说，あいや。干野的心思真的就不像我们这么敏感。勉強してねえじゃん。まあ曲作りの方がしたくて。嗯，自分のペースでいいんじゃね。他还是对早川讲一样的话。でも屋上に逃げてばっかりもダメだから、それに隠さず好きなこと好きって言え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し。嗯，真好。みんなとカラオケにも行ってみたいなーなんて。こんちゃんも一緒行く？行かね。你干嘛？ちょっと人のに落書きすんな。何書いてんの？お前。好近哦，哇！连干爷脸上几颗痣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心里想说，也是，终于平安度过一天了。こんちゃんは俺をどこまで許し受け入れてくれるのか。哎呦，怎么第一个想法就是人家在容忍我？你怎么知道人家对你没意思？時間がいくらあっても足りない。でもまずは一曲形にしてみようと思って。おうんーいいですね。一人だったらこうやってまた音楽はやれてなかったと思うから、そういう曲。什么样？どういう曲？属于两个人的歌啦。大家都在自习，差点唱出来。你赶快借口先去洗手间唱歌抒发出来啦。我是不是没有夸过这部剧的音乐？我觉得真的做得很棒，调动情绪的那个氛围感很强。バーッとカラオケでも行かねいいね早川おい行かねえか一起去，一起去，俺も行こうかな。睡呀！还好朋友接受，也是会担心说以前那样子拒绝，结果现在又说要跟着去，会被当怪人吼。本当は歌好きで、みんなとも実はずっと行きたかった。哎呦，ありがとう。また行こうぜまた行こう哦，美好都有点不真实吼，怎么可能真的这样子坦然的做自己，就是100%被人接受啊？真的会忍不住这样子想。歌曲做完了是不是？あ、早川くん？今野。それは後輩とどっか行っちゃった。そうなの。でもすげえお似合いじゃね。哎，闭嘴！做完歌曲，第一时间想要给干爷听，哎，结果，来的不巧。お礼にいつかご飯をおごらせてください。哎，ああ、全然気にしないで。何もしてないし。干爷哦，我觉得你也是有点木头啦。所有人都把你跟那个学妹往那个方向去想，就你没有。テスト疲れ。今度は間違いなかったわ。
还是只有他有草莓牛奶，有饮料。用事あったんじゃなかったの？別にねえけど。早川，你直接说出来了啦！你也知道干也就是那种性格，不要又退回在那边扭扭捏捏的样子了。元気ねえじゃん。テスト全滅。それもある。それも？どうすればこんちゃんみたいに余裕ある感じになれんだろう。こんちゃんはさ、誰かを見てこんな人になりたいって思ったことない？あるけど、なあ、思ったところでその人になれねえしな。それに俺のもんなんだろ。哎，这是他当时劝早川的话，他自己也一直是奉为圭臬的。すげえわかりやすい。ねえこんちゃん、付き合ってください。実は曲が完成して、啊，还没啊，还没。よかったら最初に聴いてほしい。いいけど、わかるやつの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こんちゃんに聴いてほしい。不会是要利用歌曲来表白吧？わかった。我觉得这也是干野的成长吼，稍微接受一下别人表达自己的心情没有那么坦然的状态，理解人的情绪的复杂性，他现在比较不会那么直接戳破早川了。如果只是这样子的旋律的话，我觉得干野真的会听不懂。お前すげえな。俺この曲。他不想再等了，他憋得好辛苦啊。俺こういう意味でこんちゃんのこと好きだと思う。早川。お前。啊，好三色哦。这一集真是太美好了，朋友们，我们值得拥有这样一部戏呀！解开了心结之后的早川，你感觉他像脱胎换骨了一样，整个人轻盈了不少，自在了不少。现在的他不仅在顶楼能够透过气，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跟他原本的朋友，还有跟他家人的相处，也都变得更和谐、更自在了。谢谢干野，让早川也让我们知道，原来坦然的做自己，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虽然说要让完全真实的自己100%被这个社会所接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太过理想。可是那些你从前畏手畏脚的事情，不敢说出来的事情，你如果有一天突然尝试说出来，你会发现，哎，好像其实周围的人也没有那么抗拒自己，好像我也可以被接受、被拥抱。就像这一集的早川，虽然他还是得顾及考试，而不能只是一味的写歌；虽然他还是不能够在上课的时候大声唱出歌来，但是当他说出他要重新做音乐，当他说出他要跟朋友一起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大家都是欢呼感动喜悦的。没想到吧，咱们的早川是真受欢迎呢。但是这么受欢迎的早川，其实在这一集里也为爱所困扰。是的，他这一次直视了内心之后，不仅重拾了音乐梦想，也直视了自己对干野的那份感情。他坦然的接受自己确实会因为干野跟那个学妹走得太近而吃醋，也因为坦然的承认自己的感情，所以回归音乐后写的第一首歌送给了干野。至于干野那边吧，在前几集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就是相当的坦率，相当的表里如一。但是说真的，我总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看不出他的情绪耶。他对早川到底是什么感情？每一次早川牵他的时候，他都没有躲开。可是亲完之后又一副很困惑的样子，反而他的情绪意外的是最难读懂的，也不仅是别人读他的情绪比较难，我觉得他好像读别人的情绪也没有那么擅长哎。就像那个一直想要借机靠近他的学妹，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学妹是什么意图的，就他好像真的一无所知，不晓得他是不是因为从小到大都这么坦率，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会这样子去理解其他人，就会觉得说，哎，别人说什么话那就是什么意思，而不懂得什么叫傲娇，什么叫做心口不一，什么叫做拐弯抹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干野他某种程度上还真有点木头呢。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真的很好奇，干野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背景故事，造就了他现在的性格。我希望这一块的资讯赶紧补齐，让我能够更了解干野这个人物。要不然我说真的，这么美的一部剧，结果就干野这个主角的人物设定厚度不够的话，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行啦，还有2集嘛。虽然说只剩2集了，但是2集那也是整部剧1/3的篇幅，希望这一块可以赶紧展开说说。行，这集就看到这边，下次见，拜拜。